这是公家送来的家衣吗？对，今天一早送来的，说要马上启程。娶个亲，都要这么遮遮掩掩，就不能光明正大吗？吴峰势力太大，谨慎点好。只要嫁进了公家，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你了。放心，没死，点了穴道而已，一会儿就解了。你还真是毫不避讳啊！好歹我是个男的。我的身体属于吴峰，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没什么可避讳。我再复述一遍你这次的任务。不用，韩亚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得清楚，我也要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这次的任务有一些特别。特别危险吗？对。不过也特别值得。完成这次任务，你就可以离开吴峰，过上你想要的日子。宫氏一族常年隐居旧城山谷，自成一派，不受江湖规矩约束，视吴峰为死敌。旧城山谷地貌奇险。宫门内部遍布岗哨暗堡，且常年戒备森严，昼夜换岗，从不间断，族外之人很难进入。这些是茶，一杯是药，5杯是毒。宫氏家族分为4门嫡系，以宫为姓，以商、爵、止、羽为名。止宫擅长医毒暗器，商宫擅长铸造兵刃，爵宫外务，负责家族营生和江湖的斡旋。羽宫内守，防卫统领宫门上下。那杯是毒。我知道。宫门历经100年，他们高度团结一致对外，难以瓦解。
而现在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进入宫门最佳的方式，就是假扮成备选新娘。这杯是药。先饮毒汤，再服解药。为何不直接服药？不先中毒，直接服药，那药也是毒。进入宫门之后呢？大门背后就是孤立无援、无依无靠的险境，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，你只能相信你自己。记住，我说的是所有人，包括你吗？公子，雨公子，公子羽，刚填好的手录，给你。下雪了，今年的冬天来得这么早。你真是白长了一副这么好的皮呢，又高又壮，舞刀弄剑的，却这么怕冷。你该收拾收拾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一大早就有客人了？别的客人可不像你这样，花了钱，却自己一个人睡在偏榻上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只有不开心的时候，才会来我这里。古人说五音疗疾，听你弹琴，烦心事好像就都没了。今天是宫门迎娶新娘的日子，你快回去吧，不然你爹又该骂你了。每个脚印的距离和朝向都非常精准，你踩着脚印行走，就能锁死步态。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练这种无用的东西？为了让你看起来更像名门闺秀，这次的选婚是为宫门少主宫焕宇准备，他是宫门下一任执业的继承人。那我是谁？出身名门山谷，但家道中落，被迫向宫家寻求庇护的云家独生女云为山，所以你的言行举止、步态仪容，都必须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。手低了，你一定要竭尽所能，让宫焕宇选中你作为新娘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怎么能保证宫焕宇一定会选我呢？宫氏家族选择新娘和一般的选亲标准有所不同。江湖门派一般都是强强联姻，以此来拓展江湖中的势力，但宫家选亲却从来不贪图女方在江湖中的势力。对于宫家来说，任何门派他们都看不上眼。那宫门最看重什么？因为某种原因，宫氏家族人丁稀少，香火不旺，因此维系血脉就成为了他们的最高共识。新娘是否健康，能不能为宫家绵延子嗣，在宫家眼里，就比美貌和家世来得更加重要。所以在选亲之前，都会有专门的大夫为所有的新娘切脉问诊。这碗汤药
可以强健你的体魄。如果宫焕宇没有选我做新娘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任务失败？至少失败了一大半吧。那失败后的撤出方式是什么？没有撤出方式，失败了就是死，要么被宫家杀死，要么被吴峰杀死，都一样。不一样，死在宫门手里没那么痛苦。算过关了吗？还有什么要学的？有。还有什么？我不用学。你又跑来这种地方，你不也来了吗？这么巧啊！平时花天酒地、吊儿郎当也就算了，连今天这种日子你也往这里跑，你不要命了是吗？新娘子都没到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是新娘子啊？我要是新娘子，我一定会在洞房花烛夜打断你的腿。怕冷还穿这么少？你懂我，这大早上的确实有点冷啊。你想勒死我啊？行，上车。记住，你叫云为山，从小出生在离溪镇。无论如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会发生什么？寒鸦寺，明天就是宫门开放山谷迎娶新娘之日。之前交代的任务，你可有准备妥当？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此次派出的吴峰，名叫云为山，位阶乃魑魅魍魉中的最下阶，魑阶。寒鸦七，在。你负责前往资料中宫家的前哨据点，把有一个无峰卧底隐藏在新娘中这个信息泄露出去，并且你还要确保他们顺利把这个信息带回宫家。谁知道呢？毕竟我也没有进入过宫门，里面的一切都是谜。这个谜底就靠你解开了。如果我完成任务，你完成任务，我一定会给你半月之影的解药。和你想要的自由。知道了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你叫云为山，来自离溪镇。一会儿会有宫家的人来接你。保重。
这几位客官新面孔啊，想要买些什么？可有单子啊？3分丁公藤，2株9里香，4两金灿子，8000天南星。这位客官，您要的这些药不好找，您稍等，我去库里看看。你不是要毒药吗？给你了，怎么还赌呢？毒针其重，非凡铁所主。针尖暗中带蓝，染夜空之色。这是公家的独门暗器紫石天，对吧？你还挺懂。此毒色泽发蓝，仿佛午夜子时的天空，却毒性极快，中者来不及哭喊，就已死亡。寂静子时，无声无息，故名紫石天。你还真的懂。看来我们的情报没错，这里果然是公家的前哨据点。才有用。还要继续反抗吗？你能不能别臭这张脸啊？多看你几眼，感觉一整天都会倒霉。从做你的贴身绿衣侍卫开始，我哪天不倒霉啊？你要这么不乐意，那我发配你去巡山行不行？谢公子，听公子吩咐便是。真没劲。把这个地方彻底搜查一遍，所有暗器、毒药打包封箱，带回无缝，清点入库。已经在整理了，但是搜出来的暗器剩余数目跟账本上的收支金额对不上，应该是公家人为了赶回去参加选婚大典，提前运走了。大典，公家难得一次的喜事，怕是只能办成丧事了吧？他们选择新娘一向严格谨慎，就连出发的日期也都是临时通知。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新娘里面也有一名无锋刺客潜伏其中。宫焕宇若是今晚真选她作为新娘，那大家也能算是姻亲了吧？不对，应该算是姻亲才对。我哥呢？少主大人天一亮就去部署今日的警戒工作。10年一次的外来人口入山，不能出错。
少主谨慎，识大体，有大局，不像某些人，还在忙着寻花问柳。寻花问柳，你这人用词怎么这么下流？我那叫听取品茗，与音律茶道为伴。再说了，我哥这么聪明能干的人，肯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。我就算不听取品茗，我能帮得了什么？我说的是某些人，你那么急着往坑里跳干嘛？你再这么没大没小，我发配你去放羊，信不信？谢公子，听公子吩咐便是。快去告诉坏少主，新娘里有一个无夫刺客。这可是百草翠，要比人命重要吗？赶紧把他送回医馆，去找宫元稹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解毒。好，但新娘中潜伏了一名无风刺客，这么严重的事得先告诉执刃吧。不行，还不能让父亲知道。无风在江湖作恶多端，父亲向来憎恶。要是让父亲知道这新娘队伍中藏有无风刺客，那所有新娘都得遭难。那怎么办？总得说吧。我去找我哥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你赶紧找宫元稹。人已经送到了。是的，已经顺利进入旧城山谷。韩牙七，回首领已经按照命令袭击了宫门山谷外的前哨据点，而且也故意把新娘中藏有刺客的信息透露给了据点的人。那他是否有怀疑呢？药铺老板和我们推测的一样，用看起来像是服毒自尽的方式诈死。为了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要杀人灭口，我已经按计划用那柄特殊打造的短剑扎进了药铺老板的胸口，看似致命，实际上避开了要害，不会伤及性命。药铺院落中，我们也特意留下了他们的快语。不出差错的话，他已经骑着马回到宫门报信了。哥，公子，少主正在。哥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父亲大人，哥，叫执刃和少主。执刃，少主。子玉，你受伤了，你手上有血。我刚回来路上救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前哨据点的人，这是他的血。他还跟我说，说什么？他说这批进入峡谷的新娘里，潜伏进来一个无风的刺客。子玉，你可知你这句话的分量？我知道，所以我立刻来找哥。来找少主。那他有没有说是谁伤了他？目的是什么？那新娘中有刺客的消息是从何而来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。那个受伤的侍卫现在在哪儿？医馆。刀刃虽薄，但tuy有剧毒，不幸2个时辰之后发作。
按照那匹快马的速度来说，应该刚好够他抵达九山山谷，所以他只能来得及留下他那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息。新娘里有一个无风的刺客。随后断气，公家也就无从继续追问细节。将死之人，其言必真，没人会怀疑一个死人的临终之言。很好，现在确实可以称得上很好。禀告主人，已经死了。必须要把潜伏在新娘中的无风刺客找出来。哥，这么多新娘，你可有线索？不然该怎么找啊？不许冒险，全部处死即可。请恕属下愚钝。岳维山虽然是最下阶的吃级，但属下也精心训练数年，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心血。这样主动暴露他的身份，属下不明白。孤掌难鸣，当行臣说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怎么会把风险压在一个人的身上？由我负责训练的其中一个无风，也在今天以新娘子的身份进入了山谷之中，而且我觉得她成功的概率要大一些，毕竟她是妹。在今天找出这个无风，一个无风死了，另一个无风才会更加安全。宫门一族一向小心谨慎，如果为了万无一失，将新娘全部杀掉，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那倒不至于，宫门又不是无风。父亲，父亲，为了一个刺客杀掉所有新娘，这么滥杀无辜，我们和无风有什么区别？父亲，那个刺客潜入宫门，就是为了刺杀我宫氏一族。你竟然认为杀人者无辜？那其余新娘呢？又不是每一个都是刺客。我一生闯荡，冒险无数，但绝不会拿自己亲人的性命去冒险，哪怕只有10万分之一的危险，也绝不允许。那先把所有新娘关起来，找出刺客不就行了？如果所有新娘再进入宫门就一夜惨死，那让江湖上的人怎么看待宫家？江湖，现在的江湖早因恐惧无风的威胁而变得正邪不分。我宫氏一族之所以没有屈服，还能独善其身，正是因为平日我行事谨慎。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来找你。金凡，跟我走。水，不用。不用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不用。大小姐，不用。大小姐，不用。大小姐，不用，不用。传。金凡呢？金凡哥还没回来。成何体统？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们这些男孩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属下一定时刻保护好大小姐。我也会保护你们的，放心，
放心。金凡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金凡哥跟着雨公子匆匆忙忙的出去了。金凡跟着公子羽，这大晚上的跑出去干什么？你过来，继续练给我看。是大小姐。
别摸了，剑都是钝剑，打中了我们的穴位，让我们昏迷了而已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你叫云为山，来自离溪镇。你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？为什么重复提醒我咬死自己的身份？以我对吴峰的了解，送进去的新娘应该不止你一个，应该还有别的吴峰。你们公家就是这么对待嫁进山谷来的新娘的吗？当初下聘娶亲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现在我刚离开家几个时辰，就被关在这又臭又破的地牢里，太荒谬了！我爹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少主，父亲不在，就我们俩，就别难为你自己了。哥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父亲的脾气，到底怎么说，哥？不会死的，但也不好活。又要有毒。公元指最近研究了一种新药，估计明天就会有。弟弟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但总得找出刺客是谁吧？这公元指的毒谁扛得住啊？跟严刑拷打有什么区别？到时候肯定有人屈打成招，或者胡乱栽赃。那还是有区别的。严刑拷打会留下疤痕，新娘子嘛，还是漂漂亮亮的比较好。你不是最喜欢皮肤好的女孩子吗？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个？不行，我要找父亲再问问。胡闹！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父亲已经睡下了。你呀，已经到了婚娶之年了，还这么莽撞，也该成熟一点了吧？宫门的事务，你也最好尽早参与一些。我才不要参与呢！你呀，这句话只准在我面前说，在父亲和其他人面前，你可不准提。我凭什么不能提啊？父亲本来就没打算让我参与宫门事务，而且大家也从来不认为我是宫家血脉。前几日，北边送来了一条野貂，我让人赶制成了一件厚斗篷。最近山谷里夜路重了，你从小体寒畏冷，若是晚上出门，就把它披上。哥，那这新娘的话题就到此结束，我要睡了。怎么样，少主怎么说？明天要给所有新娘用毒，公元指的毒。如果是公元指的毒，那一定能逼问出刺客是谁了。不行，太残忍了。那怎么办？总比都杀了好吧？你还记得去年父亲禁足我1个月，你为了帮我逃出去而发现了废弃暗道吗？你疯了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刘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少主让我把这些姑娘带去指宫，交给公元指试药。这么晚了还去试药？放肆！早不早，晚不晚，难道你说了算？属下不敢。
只是少主派下人过来通知一声便是，何必还劳烦宇公子您亲自过来？你这话的意思是少主把我当成下人了？公子息怒，属下该死。哎，行了，金城伟，我先进去了。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李文忠关注了一个无风刺客。无风是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无风是称霸江湖几十年的杀手组织，谁敢反抗他们，必遭灭顶之灾。很多门派都已经归顺无风，唯有宫门可以与之抗衡，所以我爹才把我送到这里来选亲。说这里是无风唯一无法抗争的安宁之处。没错，无风残暴无道。执任大人得知你们中藏入了无风细作之后，为了保护公家万全，决定将你们全部处死。这怎么会这样？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走，我放你们出去。他们刚才喊你宇公子，你是宇公的少爷，执任的儿子。你爹要害我们，你却要救我们，这么好心，我才不信。我不是执任，也不是少主，所以才怜香惜玉。你们要不要跟我走，自己决定。我跟你走，我要回去见我爹爹。多谢宇公子。过来，外面有少主的人接应，你们不必跟过来了。进去牢房里面，仔细的把每一间牢房搜查清楚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物品，比如他们藏起来的暗器之类的。是。少主，少主，禀报少主，宇公子把新娘带出了地牢。现在正在朝宫门外走去。姑娘，这是做什么？宫门四处都是岗哨，你再往前走会被乱箭射死的。我不信你的话。那你走吧，我倒想看看你变成刺猬的样子。我是不信。
你是真心要带我们出去？我哪里看起来不真心了？停船靠岸之时，我抬眼就看见了高塔。我记得高塔分明就是在城门附近，但现在我们却离城门越来越远了。疑心这么重啊？母亲告诉我，进入山谷之后，就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更何况，于公子，你违背父亲之令，放我们出去，本就很奇怪。要这么说，姑娘从进入宫门就开始记忆灯塔的位置，不也很奇怪吗？谁在那儿？我没去。雨公子，这么晚了，雨公子这是？子商姐姐的脸被小虫子叮了几处，有些红肿破皮，她心情郁闷，让我陪她出来散散步。原来是大小姐，夜宫门全方位警戒，还请不要到处走动，早些回房休息。好的，退下吧，我们这就回去。是。现在信我了吗？我若不是真心想送你们出去，我刚刚就可以把你送给守卫。你若还不信我，那你就继续往前走，然后变成刺猬。真想出去，跟我走。到底在等什么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一回头，你人不见了，真是乱来。这里面可是有刺客在，万一你想多了。无风刺客好不容易卧底进来，怎么可能是来杀我的？而且，杀我这么一个游手好闲之人而暴露自己，无风傻吗？你这么不小心很容易。走。这条密道通往旧城山谷之外，但里面机关重重，你们自己小心。公子羽，你不是送人给我试药吗？怎么送到这儿来了？我奉少主之命行事，不需要跟你交代。是奉命行事，还是假传指令？自己心里有数。快走！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
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到风落笔，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，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进了风里。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选出一片小天地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我们的故事有温柔，有叹息，却没有结局，掌心一朵云和雨。爱情里。公子羽，
有意思。我以为宫门内最有名的纨绔只会牌局，那就让我陪你演得更逼真些。这搞错！我没搞错，我只是将错就错而已。公元池，他们可都是待选新娘，你这么做也太不计后果了。果然是最怜香惜玉的雨公子，可他们中混进了无风细作，就应该全部处死。他们已经中毒，没有我的解药，就乖乖等死吧。真的会死吗？我害怕，你救救我！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不要，我还不想死。啊！干什么？恭喜你啊，设局成功，虫子进坑了。拿起药来救他的命，你可以试试，是你先死，还是他先死？你在说什么？带走。原址地点，你莽撞了。少主，我也是为了救子羽哥哥心切，膝下穴位连通手肘，手肘发麻的情况下，子羽哥哥应该安然无事的。而且，子羽哥哥设局心切，我不能白费了他的苦心。这不是抓到了吗？胡说！你刚才明明对我下了杀手。原址地点，下一次不要这么鲁莽。是，少主。走。还在痛吗？有一点。让你做完逞能，明明打不过公元止，还非要一个人。谁打不过公元止啊？要不是你这个拖后腿的，我说不准可以跟他5-5开。梦里的5-5开。你闭嘴吧你！我一会儿去找个人，你不用跟着我，在这儿等我。你又要干嘛？你管我？我摸着良心说一句，我真的不想管。你有良心吗你？我有，但被狗吃了。
有人来过了。魑魅魍魉。听说你们无风的刺客就分为这4个等级。就你的能力和身手而言，估计是最低的魑吧。唉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就派了一个魑，派你来送死吗？我们无风的人不怕死。哦，是，很多人都不怕死，但那只是因为，有时候，活着比死可怕多了。你就是他们口中善用毒的公园之吧？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喝你的毒酒。这杯毒酒不需要你喝，也可以的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我愿意帮你做任何的事。我要你帮我保护一个人。把香炉拿进去给新娘。是。哎，我的小少爷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就来看看。胡言乱语！这里是女客院落，看什么看？要看去万花楼看。哎，就是。哎，少爷，快去门口守着，别让人发现小少爷来这里了，不然他麻烦大了。是。我麻烦就更大了。雨公子，雨公子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怎么过来了？你等一下。于公子，昨晚多谢于公子。不要叫我雨公子，叫我公子羽。不好笑吗？我叫云为山，云朵的云，依山的山。以云为山，
真是个诗情画意的好妹子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要这个面具的？这个面具上的色彩，并不是普通的釉彩或者色膏，而是有一层非常轻薄的釉，普通工匠难以烧制，应该是巧手名匠所造，价格不菲。我要是主人，弄丢了也会心疼的。倒是和价格没关系，主要是买不到了。工匠去世了。也可以这么说。你的毒解了吗？昨晚少主给所有人送来了解药，已经没事了。啊，于公子，这药是白芷金草茶。我拿着吧，先退下。是。这白芷金草茶，昨晚入住的时候就已经喝过一碗了。说从外面来的人都得服用，以抵挡旧城山谷里的雾气毒瘴。怎么了，于公子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没有不妥。这白芷金草茶是一定要服用的。这山谷深处遍布了奇珍异草，但剧毒之处也很多。山谷常年被毒瘴笼罩着，女子如果长时间待在山谷的话，怎么？就不太容易生育。上官小姐，请服下药茶。现在就要喝吗？现在喝，喝完我把药盏带回去。所以宫门才会从山谷外迎娶新娘。但你放心，这白芷金草茶正是为女子抵御毒瘴、养护身体所熬制。只是这碗药，这碗药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里面掉进了几颗老鼠屎。你认真的吗？你猜？跑哪儿去了？我在这一直等你。你会不会太娇气了点？一点小伤也要喝药？这是白芷金草茶。你为什么要喝白芷金草茶？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有什么病也不会喝白芷金草茶。你自己闻闻看。这味道不对，有毒。还不确定，但肯定不是原来的白芷金草茶。谁下的手脚？还能是谁？整个山谷最会用毒的那个人，宫元直。子宇，哥，去女客院落找云薇山姑娘了。哥，你怎么知道？昨天晚上我见她借了你那个面具，你那么宝贵的东西，一般女孩子家你可舍不得给她。
我是说，哥，你怎么知道他名字的？这次是我选亲，来的姑娘什么家世、什么性格、什么名字，我当然清楚了。放心，我不选云姑娘。哥，在说什么呢？少主，于公子，执任大人有请。好，马上就到。父亲，我听他们说，昨天晚上的刺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我和哥哥，我和少主本来商量利用密道里的机关引出刺客，没想到你竟然学会撒谎了。少主怎么可能像你一样蠢？你自作聪明，还想把少主拉下水。从我说要杀新娘开始，就已经是一个局了。我和欢宇早就商量好的。那些新娘自然是不能全杀，否则江湖中就再无宫门立足之地了。那父亲为何对子羽说出那样的话呀？他从小最是心软，又怜香惜玉。如果他知道我要杀那些新娘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。父亲是打算利用子羽引出刺客。安芷，我叫你来，是需要你的帮助。执任敬请吩咐。哥，所以你们都知道这是个局，却不告诉我，让我傻傻的想当英雄。提早告诉你，就凭你的性子，能藏住什么事儿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整日不务正事，只知道朝万花楼跑，从内到外，从头到尾，你哪一点哪一处值得我信任？你手里又拿的什么？今日我发现，送往女客约了的白芷金草茶有问题，我怀疑是宫元芷擅自改了配方，让新娘试药。我确实换了配方。子羽，你可知白芷金草茶的功效是什么？抵御山谷内毒瘴。那你可有察觉毒瘴越来越重了？你整日游手好闲，公家事务都不曾过问，你自然是不会察觉。因为毒瘴日益严重，往日的汤药作用越来越小，我这才让宫元芷研究新的配方。你说他擅自？你以为所有公家子女都像你一样喜欢自作聪明，先斩后奏吗？启禀执任，绝公子已入山谷，马上就到宫门外。执任，我想去迎接哥哥，容我先行一步。你也退下吧，回去闭门思过。年纪也不小了，最好考虑清楚。如果还要继续做个无所事事的废人，你就没有必要待在宫家。我也没有很想待在宫家。你，子羽，你去哪儿？给我拦着他，让他走！真是连半句话都说不了。父亲，子羽他让他走得越远越好，最好别回来。今天晚上的婚宴也不要再出现。
父亲。好了，还不快去准备选新娘的事情？待在这里做什么？去吧。是。无忌夫人，我刚见你小祖宗气匆匆的跑了，是他又惹知恩生气了。还麻烦夫人劝解一下父亲吧。少主选亲这样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还能跟子玉脸红啊？他已经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，比不得小时候随你打骂。你多少还是要给他留点面子。这臭小子，小时候听教听训，长大越来越反骨了。看到他，这心头火起。你说说，他每日这样无所事事，他哪儿还像我宫红玉的儿子啊？这话你就在我面前说说，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。尤其是宫尚爵和宫元志两兄弟，你知道的，他心里最在意这个。要我说啊，他才最像你儿子，都是一个脾气，心里的真心话从来不愿意说出口，明明彼此关心，见了面却要嘴硬。听我一句劝，找个机会，好好的跟他把话说开了。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就退一步。我是他老子，要退，也得他退才成。行行行，他退，你先把这汤喝了。在选亲大典之前，宫门会安排大夫对所有的新娘号脉问诊，评估体质，排查隐疾。然后会带体态身姿进行评估。之后统一喝下调理身体的宫门秘药。一切评估结束之后，会发放3色令牌：金、玉、木。获得金色令牌的新娘，将在选亲大典上正在手牌。所以云为山，你需要全力为自己争取到金牌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居然是木质令牌，好歹也给我一个白玉令牌。
羡慕你，少主大人肯定选你了。哪有？云姑娘也是金牌。以我对宫焕与少主大人的了解，他一定会选择你，不会选择江姑娘的。云姑娘，不要担心了。很了解少主大人，都是冲着少主来的，能不提前了解吗？你们也都别装了好吗？云姑娘，你也别担心，就算少主选了江姑娘，那也还有宫家的宫二先生。宫上爵年纪也到了，不会再等到下一次选亲。宫二先生的威望可不比少主低。云姑娘肯定是要做少主夫人的，对吧？我无所谓，宫二先生人也很好。不可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宫二先生。开门！我说开门，我要出去。于公子，今日少主大婚，所有岗哨城门都已经戒严了，知人有令，只能进，不能出。绝公子到！如果宫焕宇没有选我做新娘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任务失败？失败了，就是死。我刚刚看完你送来的文书。主任，来吧，坐。主任，不必了。没事儿，坐下来，我来煮壶茶。叶医生，
若再吃喝茶，怕睡不好。正好，前些日子我的睡眠也很差，所以特意让元直调配了一味有助睡眠的药茶，你也来试试。元直弟弟调配的药茶，那就不能错过了。知恩，我来。文渊郑家和凤凰山庄迟迟不肯向吴峰低头，他们是想求得宫门的庇护。只是，我明白知恩的为难。自10年前宫门变故以来，宫门一直独善其身，韬光养晦，对于两家的求助，确实爱莫能助。郑家掌门郑忠义与我略有交情，此次出去，我也和他说明了情由。但为了给郑家留存一点血脉，郑家送出了女儿郑南一，参与了今年的选婚。此刻，人应该在宫门住下了。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这次回来，本应该让你多休息几天的，但深夜传来，的确是有事跟你讲。知恩请讲。10年来，宫家财力和收入稳步增长，远超上代执刃时期家族财富的积累。你的功劳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江湖上也有共识，认为你是宫门年轻一代当中武力和谋略最强之人。江湖虚名，不必在意。吴峰害怕你，江湖尊敬你。但这江湖，大多时候，害怕都比尊敬好用。无论是害怕还是尊敬，都是对宫门，而不是对我。商爵止语，四宫各司其职。商宫负责兵刃锻造，研发新器；职宫制作各类毒药解药，搭配暗器。哥，这是商宫送来的火药和暗器，还有我为你配制的毒药解药。你还需要什么？随时吩咐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禹宫对宫门的职守和统领。我在外，才没有后顾之忧。唉，张全，你是最识大局之人。当年我做的决定，确实对不住你。本来这执刃之位，知恩大人，夜已深，我也有些疲惫了。你有什么话，就直接说吧。这件事，我已经想了有些时日了。父亲，父亲，你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门口守卫难道没有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方便会客吗？说了，但我有急事需要禀告父亲。二公子又不是外人，但说无妨。藏在新娘中的无凤刺客，已经查实了他的身份。她就是混元郑家的二小姐郑南一。夜已深，我先告辞了。
是我没被宫焕宇选中，那该如何？那就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了。相信你心灵手巧，一定会想到办法。所以云为山，你需要全力为自己争取到金牌，最好是唯一的金牌。夜里下了点霜，我怕你冻着，正想把窗户关上。马上大婚了，怎么还要出去？谁要出去啊？宫上爵，宫二先生。管他呢。方才梦到我娘了，那一定是个美梦。人们说，梦都是反的，越美的梦，醒来之后越难过。因为之所以是梦，就代表着得不到，或者已失去。现在的我，只能在梦里见到我娘，所以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，没什么区别。江姑娘也在。私人区域，请勿打扰。有多私人，有多打扰，说来听听。金凡，大小姐，好巧呀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大小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还没问呢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……堂堂金凡，浓眉大眼的老实人，竟然管不住自己的腿。我穿的抑郁吗？太抑郁了吧！
皇御史，有没有搞错？公子羽来这么多次都没人找他，我第一次来就派皇御侍卫来抓我。可能是公子羽没传承像你这样。奉长老院急令，速带羽公子回宫。抱歉这么晚打扰，我有些睡不着，正好看到上官姑娘房间灯还亮着，就想来说说话。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那倒没有，我也是睡不着，就来找上官姑娘聊聊天。我还以为只有我睡不着，原来云微山姑娘也睡不着。白日里还没来得及恭喜江姑娘能够成为少主的新娘，真叫人羡慕。房间这熏香味道真好闻。这香名叫秋蝉眠，是我老家很有名的一味香料。江姑娘说她睡不着，所以我就点了这个，可以助眠安神。云姑娘要是也喜欢，我这里还有。上官姑娘大半夜的，非要让我尝尝他们家乡的老茶，我这觉怕是又睡不好了。不过也挺好，3个人聊聊天，也放松一下。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我怎么见江姑娘似是哭了的样子？我们在聊江姑娘的心上人。心上人？江姑娘在老家有位心上人，所以她并不想加入宫门。你说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呢？云微山姑娘不爱喝茶，我夜里较浅，看着茶的颜色，应该是浓茶。这一杯喝下去，怕是要天亮才能入睡了。还是给江姑娘吧，你也不要太过忧愁，伤了身子。是啊，少主大人只是暂时选中了你，这婚宴未办，说不定还有变数呢。要是当时选的是云姑娘就好了。这送进宫门的新娘，真是哪有像江姑娘这样心思还在别处的。他们都说宫门好，能嫁进来便是福气。等明日雨宫来接走江姑娘，我们这些落选的，怕是要送出宫门，打道回府了。不会打道回府的。宫门选亲规矩，就算是没有被少主选中，也会让所有的待嫁新娘都有一个好人家作为去处。一来，这些新娘都是宫门在江湖中的盟友之女，不能伤了面子；二来是宫门小心谨慎，来了就尽量留下。以云姑娘和上官姑娘的明珠之姿，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希望如此。而且，宫上爵、宫二先生和公子羽、宫四少爷，不都还没有婚配吗？所以2位姐姐不用担忧。江姑娘，你人真好。也祝江姑娘日后心想事成。喝完这杯茶，我也该休息了。我们也该休息了。
是不是你又犯什么事了？当然跟我没关系啦。他们指名道姓说长老要找雨公子，我是雨公子吗？算了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去了再说吧，反正也不一定是坏事。哎，你房里没装镜子吗？没有的话，你要多喝水，往地上那啥照一照。宫上觉、公园只去长老院，还有可能是好事。我和你呀。我上次去长老院，脱了一层皮才出来。你穿这身衣服去，还得再脱层皮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江南传来的最新秋冬时装，高级，懂吗？是挺混搭的，就不太高级。这种东西看着都冷。你自己体弱多病，就不要觉得全世界和你一样怕冷。是谁呀？6月酷暑里吃冰，还被冷哭了。你没有资格替别人觉得冷。那时候我才7岁，姐。3岁看小，7岁看老。哎呀，别扯这个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全部怪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这么高级的人，怎么会去那种不高级的地方？还有，你能不能别老把金房往烟花柳巷里带？他都给你带歪了。我把他带歪，你才有机会。我有种不好的感觉，黄玉侍卫只接受来自长老的命令，看来这次来头不小。真是活久了，什么事儿都能见到，搞不好我有生之年还可以见到红玉侍卫。真的会有红玉侍卫吗？我觉得是老人们骗我们的。红玉石对我来说就是女娲和伏羲，都是传说里的人。哎呀，怎么又给你扯开话题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到了宫门就把我放下来。长老院我是陪不了你了，他们指名道姓的要的是你，我与你就此割席，抱歉。那你现在就下车，可以吗？停车！哥哥为何这么紧急的离开？本次任务由职人直接发布，属下并不知晓，并且沿途没有任何据点能够知晓绝公子的行踪。贪图出行，连你都没带。高塔的灯笼怎么变成红色了？红灯警戒，已经好多年没有过了。谁的葬仪出什么事了？哥，快回来吧，宫门感觉要变天了。全部从房间出来，清点人数。
大人，你们是在找云微山姐姐吗？她在我房间休息呢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云微山姐姐好像吃坏了肚子，满脸都是红疹子，她不想让别人看到，而且看起来特别吓人，她怕传染给别人。袁微山姑娘，请把脸转过来。你说害怕传染，那为什么云微山姑娘不在自己房间休息，却要来你房间？为什么在我房间？是啊，我问你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到风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紧了风里，这无关输赢的